大不了同归于尽。就算毁了顶峰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剑云，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遍。爸，你滚！小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我不来，怎么能够听到你们这么精彩的对话啊？你们居然闹到了这种地步，你们居然拿我的顶峰来争斗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爸，这是个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你解释，我已经听得够够的了。张丽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来公司上班了，啊，回到家里去好好的给我想想怎么做好一个长辈。你是要开除我？不错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解除你在公司的一切职务。开什么玩笑？现在是顶峰的关键时刻，如果我不在，谁来处理啊？我还有女儿，这我有女儿，滚回去！爸妈，先别说了，回去吧。你会后悔的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先坐一下，先坐一下，先坐一下。姐夫，姐夫，哎，乖，去把各个部门长给我叫过来，快点！爸，有什么事改天再说，好吧？怎么连爸爸的话也不听了吗？快去！去啊！好，那你先在这坐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。爸爸这样子多久了？爸刚和几个副总说了一些事情，可能有点累了，刚睡着。睡着了。我刚刚在开会的时候就听说爸爸住院了，我都快吓死了。我只是睡着了。是林雨来了吗？爸，你醒了，好点了吗？林雨啊，爸爸没事。我一看到你跟剑锋，我心里就舒坦。今天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是我们不好，让您生气了。这不关你的事。要都像你跟剑锋这样省心，我就不用操那么多的心了。一直以来，爸爸认为家庭和睦，还有一些小的问题，都是可以解决的。现在看来，是爸爸把问题想简单了。张丽丽跟剑雨的相争，他们俩几乎都不考虑顶峰的利益，只想着自己，真的是让我很伤心啊！爸，他们只是一时糊涂，没想明白。说到底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些小事都可以解决的。你一定要给他们机会啊！我可以给他们机会，
但是市场环境能给他们机会吗？我今天算是听明白了，张黎黎为了借壳，不惜损害鼎峰的利益，高价收购风华。你哥哥建宇为了跟黎黎抗衡，竟然低价抵押地块去借钱。他们两个，别说了，他们两个简直把鼎峰弄得是面目全非啊！李云啊，爸爸现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你了。爸，别说了，身体最重要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从明天开始，你接替张玲玲在鼎峰的职务，监管地产部。答应我，一定要把鼎峰做好。放心吧，爸，我一定会把鼎峰完完整整的交给你。我相信你。凌云，哥，凌云，爸住院了是吧？爸就住在……鼎峰现在谁负责？爸爸让我接手，我现在是鼎峰的执行副总。太好了，干得漂亮！虽然我跟张黎黎同时被爸撤销了职务，但是鼎峰现在落在你的手里了。这样，你明天召开会议，让我复职，我们一起把鼎峰带向辉煌。你现在只关心这件事情吗？当然了，我们辛苦这么久就是为了今天。等我回了鼎峰，鼎峰就是我们的了。我不能答应你。不能答应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回公司，而且是爸爸把你的职位撤销的，所以也应该由他来恢复你的职位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不想我回鼎峰，不希望恢复我的职务？程明宇，我在鼎峰10几年那么辛辛苦苦的拼搏，鼎峰一半的功劳都是我的，你凭什么拒绝？是，鼎峰是有你的心血，他迟早是你的，但是现在不行。爸爸祝愿你关心过我，爸爸病成这样，你有一半的责任。如果你不能得到爸爸的原谅，他不可能恢复你的职位。你什么意思？拿鸡毛当令箭是不是？拿牌压我？你不能做主吗？还是说，你想一脚把我踢开，一个人掌控鼎峰？程凌云，我们是亲兄妹，你还算计我？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算计你了？我只是觉得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好好的去探望爸爸，而且你现在精神状态根本就不适合管理公司。你胡说八道！我精神怎么了啊？我精神好得很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有焦虑症，你现在应该好好休养。现在爸爸也没有人照顾，你多多陪陪他不行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我是私家的长子，爸爸倒下了，公司本来就该我来管。论资历、年纪、经验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陈女，把公司还给我。不可能，是爸爸亲口任命给我的，除非他开口，否则任何人都拿不走。程丽雨，你原来是这个目的，你让我跟张丽丽两败俱伤，你好渔翁得利，厉害呀，藏得那么深。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是怎么样的？我告诉你，顶峰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把顶峰还给我，还给我！林月，把顶峰还给我！你把顶峰还给我！你把顶峰还给我！把顶峰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放开我！司建宇，你真的是疯了！玲玲她是你的亲妹妹，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你一个外人，给我滚开！够了！如果你没有得到爸爸的原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把顶峰还给你。好，程云云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再也没有你这个妹妹。好了，没事了。我也不想这样，我也不想跟他去抢顶峰，我只是觉得他现在这个状况根本就不适合管理公司，顶峰会完的。我知道，我都听到了。我相信，他只是说说，他会想通的，也会明白你的苦衷的，别担心啊。真的会吗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他是你的亲哥哥，难道你不相信他吗？那他现在……凌云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是顶峰的掌舵人，什么都不要想，走好这一场。等建宇的病稍微好了一点，你再把顶峰还给他，他能理解的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会陪你撑完，直到顶峰上市。关于风华集团的置换方案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。陈总，之前的这份质购方案我看过了，我们顶峰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我个人认为，必须要跟风华重新谈判。关于这个方案，确实因为很多原因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不是很合理。但是公司的同仁里项目已经启动了，这对于公司的资金链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，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谈成和风华的谈判，启动上市。至于这些损失，我们只能当是吃了个亏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只能重新商量商量，把损失降到最小值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喂，哪位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曲总，跟我出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我刚才接到电话，风华集团的董事长赵震因为涉嫌违纪，正在被有关部门调查，已经2天没上过班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快？陈总、曲总，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们，赵总他并不是失联，而是因为严重违纪，现在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。严重违纪？那严重到什么程度？会影响我们的借壳计划吗？目前风华还没有公布对他的调查结果，上面也没有下派人来接管他的职务。但是根据现在的状况分析，资产置换
不可能按照计划时间完成。那有没有什么别的补救方法？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公关的可能？我们并非只是跟赵总合作，我们的目标是整个风华集团。他个人的违纪行为，会影响到整个风华的战略决策吗？我劝你们还是不要费这个精力了。陈总、曲总，风华与鼎峰的合作也在调查范围当中，所以如果你们想避开麻烦，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往这个坑里跳了。好了，我言尽于此，我先走了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上市受阻，我们公司的资金链会崩溃的。林宇，打起精神来，越是危急时刻，我们越要坚强。风华是国企，如果按照正常程序，赵震应该提出辞职，再接受审查，有关部门会安排合适的人选接替他的位置。按照最乐观的估计，就算确定赵震的违纪行为和鼎峰无关，那么借壳计划还可以继续进行。但是刚刚董秘陈小姐的话明显在暗示我们，这种情况不会发生。我想，问题就出现在张丽丽和赵震的交往，这里面存在了利益交换。又是张丽丽。那这么说，我们上市的路就这么被堵死了，是吗？就按照这个结果预设吧，上市不成，我们现在一定要保证同仁里计划的顺利进行。只要同仁里计划进入了盈利期，就可以让鼎峰喘过这口气来。可是同仁里的项目前期启动就把我们所有的资金都弄进去了，根本就等不到它进入盈利期。鼎峰肯定不行。我在想，我们可以借鉴上市天都世纪城的项目合作模式，让第三方介入，你觉得呢？也只能这样了。严总，谢谢，我们再找机会合作。好的，我们随时保持联系。好的，谢谢你。谢谢。你说我们以为同仁里这个项目是个宝贝，哎，刚一启动，一大批人拥上来，人多的都可以组一个项目组了，结果没有一个是靠谱的。凌云，你现在先别着急，现在风华出事，鼎峰的情况也不是秘密，都说商场如战场，他们现在都在躲在暗处，等着过来咬我们一口，他们怎么会能拿出诚意来？凌云，越到这个时候，我们越要打起精神来去应对，知道了吗？曲恒，真谢谢你，多亏有你，不然我真的撑不住了，硬着头皮上罢了。要不是有我爸，我早就跑了。以前的可可大概比现在的凌云还要辛苦吧？进来，陈总、徐总，国土局那边来电话了，他们希望我们尽快把土地出让金给补齐。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好的。什么意思呀？他们这个时候让我们把土地出让金补齐，这不故意为难我们吗？你先不要着急，现在只能先挤出一部分资金去应对，这个时候不要节外生枝了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哦，对了，跟巨野的合作你已经做好了吧？你真的打算去跟他合作？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试试看了。我已经做好了，一会儿发给你。辛苦你了。别这么客气。
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方案写得很不错，逻辑很清晰，而且投入跟利润的分配都做得很好。特别是双赢的这种局面，让人印象很深刻。这应该是许恒写的吧？没错。那巨爷什么态度？可以进一步沟通吗？我不接受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案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修改的。是啊，这的确是写得很不错，但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投资。我们现在希望的并不是，好像你里面说的，投入到同仁里这个项目里头做一些项目的投资。我们希望要的是，好像地姐一样，我们是收购他们集团的股份。方案上写的，我们可以提高1倍那个投资金额，但是我需要的是鼎丰20%的股份。不可能。算了，就当我没来过。林云，有什么事吗？其实现在鼎丰就好像是一块大肥肉一样，大家对它虎视眈眈，想把它吃下口。所以你现在不尽快的去解决它资金短缺的这个问题呢，恐怕总有一天鼎丰是会垮的。到时候哪怕你再用50%的股份，也不一定有人愿意接盘。所以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愿意提出的20%，那已经表达了我最大的诚意。我希望你能理解。我明白，但是我不能这么做。为什么你一定要把自己搞那么累呢？是，你就用商业的角度来看，今天我跟你做的这笔交易，可能你觉得让你吃亏，但也应该是在合理的范围以内啊。我告诉你，只要能活，在商场上总有一天你是可以翻盘的。我知道你说的都对，但是我真的不能这么做，因为鼎丰是我爸一生的心血。他现在做搭桥手术，还躺在病床上，而我哥得了焦虑症，整个人像变了一样。一直掌管公司的张玲玲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拖垮了公司上市的可能性。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只能卖公司吗？你让我怎么跟我爸交代呢？其实为什么你一定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扛呢？错的不是你啊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跟我爸说，我把公司卖了。我在我爸病床前答应过他，一定要把鼎丰完完整整的交给他。你知道吗？我就连做梦都梦见我爸哭着问我，鼎丰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真的不希望梦境变成现实，你明白吗？那你就应该把责任交给建宇，让建宇来找我谈，对或错，责任不在你。不，他现在状况你不知道，他更需要呵护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守到最后。如果我走了，鼎丰的人心就散了。但是以现在鼎丰的条件来看，不卖鼎丰的股份，你光靠一些项目想要去找投资者，这是不行的。鼎丰是会垮的。那我死前也要挣扎一下，万一有希望呢？如果实在不行，我再来找你，可以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到时候条件可能不一样。如果让我爸来选择，我相信他也会这么做的。那好吧，加油，祝福你。再见。
振作一点。就算傅一泽没有接受我们的方案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和鼎峰度过这次危机。我们一起去面对这次危机，好不好？志恒，谢谢你。不要跟我说谢谢。不只是谢谢，我还想跟你说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是我拖累了你。以前你在新加坡过得好好的，为了我回来。后来你在地界发展的那么好，又为了我辞职。你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了，是我拖累了你的事业，也拖累你的人生。傻丫头，别这么说。你听我说。你听我说。我知道你心里有苛刻，答应我回地界找他。的确，可可的确走进了我的内心，但这并不代表我就要离开你。文宇，我们一起长大，我们之间早就有了割舍不断的亲情。况且，我也放不下对你的挂念。这个时候，我绝不会离开你，我会帮你度过这次难关。可是过得去吗？今天我在义子面前任性了一把，但是他说的有道理。鼎峰真的处于绝境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要陪在你身边。如果这个时候什么都让你承担的话，我还算什么亲人？可是可可他会怎么想呢？说出来也许你不信，可可也希望我来帮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所以啊，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带着鼎峰往前走，好吗？嗯。既然知道了，就赶快好好回去休息，明天咱们还要打仗呢。你也是，你也早点回去，这场仗少不了你这个战友。来，晚安。怎么了？是我哥，他说让我把鼎峰让给他。他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在想着争鼎峰。巨豪，我哥他……啊，没什么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晚安。晚安。喂，振宇。找我干嘛？你有病啊！打我干嘛？有病的是你！这一拳是我替凌云打的。替凌云打的？你凭什么呀？就凭你把鼎峰搞垮了！说什么？我把鼎峰搞垮了？不明白是吧？不明白，我告诉你，就因为你强起同人礼计划，
导致顶峰的资金链崩断。现在的顶峰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，你每天还想着从凌云手上抢走顶峰。你知道凌云为什么死死抓住顶峰不放吗？那是因为司伯伯和你，因为这里面有他爸爸和他哥哥的心血。你每天看着凌云那么辛苦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疼。如果你真的可以劝他放下，好啊，你劝他，我还要谢谢你。不可能，我做过计算，只要顶峰按时间表上市，是不可能出现资金问题的。同仁里计划会做出亮眼的业绩，需要推高股市的表现，怎么会出现问题？你骗我啊！你为了利益骗我！我有没有骗你？你自己去查一查，去问一问。我相信你有这个人脉。还有，赵真如玉，风华集团现在已经停止了跟顶峰的合作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上市梦该醒了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说谎！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马上去查。你到现在还在做着你的上市大梦，你醒醒吧！没有，我没有搞垮顶峰，我想把顶峰带向辉煌。施剑宇，不要再做梦了。顶峰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明星企业了，现在凌云在苦苦支撑着，让他不倒下。你是他哥哥，如果你还认凌云这个妹妹，你现在就不要去捣乱，否则我不会放你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没有搞垮顶峰，我怎么可能搞垮顶峰？我爸说了，我是顶峰的接班人，我是顶峰的接班人，我怎么可能会搞垮顶峰？这些你帮我去处理一下吧，反正都是我之前买的，现在已经涨不少。那个，你帮我把握一下，卖掉钱全投到新公司。全卖啊？是啊。全卖了，您住哪儿啊？我住哪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回我爸家住，反正那么长时间没回去了，好好回去待一会儿。可是……别可是了，按我说的去做吧。你不懂了，娶媳妇儿是要倾家荡产的。进来吧。啊，没事，出去吧。惠子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坐。哎呀，说吧，反正现在你也入股了缔结，有什么忙你说，我一定帮你。好，其实我真有一件事儿，想让你帮我忙。你还真有事要找我帮忙？行，你说什么事儿？你之前不是一直都说没有机会让你好好锻炼？我想给你一家公司，让你管管。不会吧？给我公司管？哎，傅一泽，你别拿那种什么3、5个人的破公司来忽悠我。虽然这家公司比不上缔结，但是规模也不算小，只做投资。怎么样？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有话你就直说，你不要让我管理个公司。哎，就算你敢，我也不敢呢。万一砸了，算谁的？
这事你不用担心，很简单的。公司只有一个投资对象。谁啊？鼎峰。有没有搞错啊，傅一泽？你让我去管理一个公司，只负责投资鼎峰。哎，我是去当老板还是当保安去了？这样的，那要是亏的话算我的，要是赢的话，你周志超将会成为投资界的新星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觉得你是纯粹靠可可的，怎么样？那你为什么选我啊？你手下随便选一个人也都比我厉害啊。第一呢，这家公司里的钱全都属于我的，所以让你去我比较放心。第二，虽然说这一次的项目是比较简单，但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，也是个很好的开始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，作为合作方，我希望你跟缔结都必须要明白，这一次的这个投资纯粹是我私人的，跟巨野是并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而且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，是巨野两头投资。你说的也有道理啊。哎，你该不会是为了程逸云吧？算你还是有点头脑。哦，好，这个老板我当了。好，合作愉快。好，合作愉快。哎，我要当老板了。我要当老板了，嘿嘿，耶！当老板喽，耶！这份合同没有问题，只是……我都说了，我是很有诚意跟你们合作的，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只是这份合同的条件太优厚了，我们不敢相信。那现在怎么说？接不接受？接受，当然接受了。只不过具体的细节我们要开会研究。周总，谢谢你。谢倒不用了，我也是受人之托嘛，我才不会做这种亏本买卖呢。受人之托 ，OK。哎呀，第一步呢，我算是完成了。现在就想好好休息一下，回头细节到时候再跟你沟通吧。拜拜。他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，但这份合同完全是站在我们的角度起草的。虽然不能完全帮鼎峰度过这次危机，但至少让我们有了冲破困境的希望。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缔结和鼎峰一直是死对头啊。我也觉得奇怪。他刚才说受人之托，哎，会不会是可可为了你提出来的？这应该不可能吧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哎，你看这里头，要时间有时间，要钱给钱，什么意思啊？根本就不是从商业角度提出来的。还有，这么大的项目，有谁会交给周志超来办呢？志恒，这次你人情欠大发了啊！圆圆，先不讲这么多了，我们给对方最大的回报就是让这次的合作成功。虽然鼎峰现在暂时喘了一口气，但是危机还没有完全度过，我们赶快制定一下后面的策划。下午开会研究吧。好。
一泽，怎么了？我问你，周志超的注资是不是你给的？这么快就把我出卖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顶峰是顶峰，我不希望你为了帮助顶峰而绑架巨野。而且，你跟你爸才和好，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让你们再产生误会。所以你急匆匆跑进来，就为了跟我说这事儿，还不打算跟我说声谢谢？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这笔资金并不能彻底的改善我们顶峰的处境，只是多了一个缓冲的时间，而且风险实在是太大了。你跟其他股东商量过吗？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。这是当然，巨野不可能出手，出手的是我。这笔钱跟巨野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属于我私人的。你私人的，那就更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了。不需要啊，因为我相信你。那好吧，我接受，但是合同必须要修改，多加2成利润。我们之间一定要算那么清楚吗？我怕现在不算清，将来就还不起了。什么还得起还不起的？阿姨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还不是听你的助理说你把房子都卖了，我这不就赶紧回来了。我助理？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把房子卖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哎呀，你别插嘴。阿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告诉我。一泽，你也真是的。我觉得有些事情，程小姐有权利知道。程小姐，我能叫你凌云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凌云，你知道我们家一泽都为你做了什么吗？非常视野，他完全可以加价抢回来的，可是他呢，主动放弃了。风华集团赵震的问题也是他上报的，他是怕你们合作出现问题，那顶峰就真的走上绝路了。还有就是，他拿出他所有的积蓄来帮你，现在呀，连房子也都全卖了。他跟他的助理说，他要倾家荡产娶媳妇儿，可是他想娶的那个人呢，却还什么都不知道呢。你说我们一泽是不是太傻了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以为你的脾气我不懂吗？要是我跟你说，你觉得你会答应吗？谢谢你了，阿姨。要不是你告诉我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。对了，真的是我助理他给你打的这个小报告。哎呀，不是的，是你爸担心你，让我问问你助理，他就跟我说你卖房子的事儿。你爸说了，让我回来帮帮忙，你正给他未来的儿媳妇儿打工呢。哎，那爸他的情况怎么样？放心吧，病情已经控制住了，不过要想痊愈还需要治疗的嘛。不过他说了啊，他要回来亲自主持你和他的婚礼。说真的，阿姨啊，谢谢你。你不光是照顾我爸，而且还替我的事操心，特地飞回来，真的谢谢你。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？有些忙呢，我就可以帮，可是有些忙呢，我就帮不了了。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，你要抓紧时间呀。凌云，我先走了啊。嗯。
什么意思呀？你是真的那么希望我求婚了？现在还不行，我连婚房都没有。你以为你求婚我就会答应吗？啊？不过说真的，给我一些时间，让我处理完顶峰的事情。等我把顶峰完完整整的交给我爸，再谈我们的事情好。那多久2年。好，2年也应该足够我去准备买婚房的钱。不需要，婚房我来买。好，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。宝贝，医生都说了，你现在状况特别好。多亏你一直在身边照顾我，也不知道顶峰现在怎么样。巨野、地杰、顶峰现在都达成战略合作了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你就别操心了。那就好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傻瓜，这你都看不出来啊？真的？刚检查出来的。你又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是块纸条宝宝。你吓死我了！怎么会啊？你摸摸，这会儿还没显出来呢。走。
郑小姐，在进我的办公室之前，请先敲门。那你以后来我家也要先敲门啊。我上次是因为给你送夜宵的，我这次来是给你看文件的，看看吧。这一期的报表呢，顶峰的利润已经超出了以往最好的一年，我成功了，顶峰走上了新的辉煌，我带领的。那这么看来，为了婚房，竟那么拼啊！哼，看来我的那家公司也赚大钱了，是吧？那你不觉得你现在应该做点什么吗？你还不求婚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追我的人可是乌泱乌泱的，万一我要是没把持住，那你可得回家哭去了啊！好。哎，都开口了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拿着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该不会把戒指放在这文件袋里了吧？戒指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觉得我真的土到这种地步，我会把戒指放在里头向你求婚吧？那你想干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现在所有的。之前我用手镯绑不住你，我相信一枚戒指也是不能，所以我决定了，给你整家公司。公司？这个是你上次注资给顶峰的公司，而且现在这个公司就是我的所有了，我把我的全部交给你。林玉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陈月，你看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去巴西吧，在巴西又可以看足球，而且今年是奥运会在哪儿开啊？哎，我觉得我们去新西兰吧，我想看这里的大草原哎。什么大草原？好绿。你不是去过那个呼伦贝尔吗？难道那儿的草原不大？也是哦。那你那巴西有什么好玩的？热死了。不过我看最近小兰她怀孕了，我们还是别出去吧。嗨，现在才刚刚3个月呢，等我们逛圈回来还不知道有没有生。哎，别急。爸妈，你们就别在我面前秀恩爱了啊！要不然的话，下个月我跟可可去美国，你们也跟着一起去。去美国？不去。你们是去工作的，我们去干嘛？是啊。哎，那好吧，你们继续秀恩爱啊，我走了。哎，你上哪儿啊？我去带可可试婚纱去。早饭不用等我了。嗯，好吧。嗯。哎，这边不错。这边怎么样？哎，可可，
我觉得这件不错啊，这件的款式还比较新一点。好啊，那我就试试看这件呗。好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件试一下吧。嗯，好。我在这儿等你。嗯。许航，傅玉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陪林云试婚纱。啊？这么巧啊？可可也在。这也太巧了吧！来，坐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，我有件事想要拜托你帮个忙。什么事儿？就我希望戴维林云出来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看见他穿婚纱的人，没有别人，可以吗？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那这样，一会儿可可出来，你也回避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好，一言为定。请问，费德，快把眼睛闭上。我闭好了，你闭好了吗？闭上了。那我数1、2、3，我们一块放啊。好，1、2、3。可可，可可，把手给我。林云。我觉得我好幸福。我也是。可可，你真美。